所以2025年这个冬天，陈志他必死无疑。最终预测，殒命还是被捕。对于陈志这样的黑道枭雄，在他倒台的那一刻，就成了无数人的威胁或者觊觎的肥羊。正要灭他口，他是官商勾结的活证据。因为害中的甲木正官被人水财星滋养，而保护伞最怕他活着受审。而第二，仇家要他偿命，他的卯木七杀结下了血海深仇，而此时仇家欲趁他病要他命。第三，马仔也就是劫财要他的财，他是劫财夺财起家，他最懂背叛。他的马仔也就是戊土劫财，为了他藏匿的财富，完全可能黑吃黑。而在命理上指向的是同一个凶相，他的乙木七杀乙巳牛年被彻底的激活了。这个乙木七杀它是多重的意思，它既是代表官方的 FBI， 它也可能代表政要的灭口令，还是仇家的寻仇刀，更是马仔的背叛。因为这个乙木在辰中也有根气，所以我的最终预测基于现实逻辑和我的命理模型，他活着被捕的概率恐怕远低于他的绝境中殒命、自杀或者是被杀这种概率。我们再来对流月做一个推演。第一，丁亥月11月8日起精神崩溃，别忘自戕之月。我们看一下丁亥月日元的状态，己土临胎，丁火做亥水被灭，还有这个亥自省，他本人的状况精神崩溃最虚弱，而这个用神断根，这是最可怕的。这个丁火生命之火和精神之柱在丁亥月做亥水，这个喜神做绝地，他的印被彻底的浇灭了，而印灭代表精神防线的彻底崩溃。催命逻辑，在此月亥水当令，亥是他的财，代表他掌控的巨额财富，也是他的根，他的藏身处。而流月的亥水伏吟，就代表他的财富，他的位置会同时的暴露。另外，七杀公身，在这个丁亥月最旺的亥水，它会去疯狂生这个乙木七杀，会生旺的流年七杀会去直接攻伐日主己土。七杀在流年又代表仇家，也代表官方，在亥月得生，力量最强。此局推演，在他最虚弱、杀手最强的时候，他那些官，也就是亥中的甲木正官，这些以前的盟友，为了这笔财，这笔亥水之财，也会官杀混杂，变成乙木派人来灭口。而此月他因政治灭口或者绝望自戕而殒命的概率极高。第二节戊子月是从12月7号起，如果他能侥幸逃过丁亥月的杀局，进入到12月份的戊子月，在此月会转好吗？戊子月它的主题是马仔反噬，绝地被杀之月。我们来看一下日元己土在子月它的状态，己土在子月为绝地，这是地属于金的本意，忌神灭顶。子水与它原局的这个月令子水不赢，这是忌神伏吟，寒湿最重，它被彻底的淹没。它的忌神伏吟当令，力量达到最强，这是代表最肥的肥羊。这个流月的天干是戊土劫财，在它最弱的时候，这个劫财它坐在偏财上，它首先要做的不是去帮助己土，而是来夺下面的偏财。取向为马仔这个戊土看到了下面的藏匿的财富，老板己土他已经坐在绝地上面，而此时马仔他就瞬间会财迷心窍，展现他劫财的本来面目，转化为乙木七杀。这个劫财非但不会救他，反而会在他最绝的时候，为了下面这个子水偏财干下失主之事。所以我们对戊子月的总结：日元入绝，忌神灭顶，劫财反噬，此局推演殒命之象，并倾向于被杀。此月是马仔反噬，失主夺财的最高发期，他的千亿财富就成了他自己的催命符。如果戊子月仍然侥幸逃过，那么进入下一个月己丑月是从1月5号开始，这个月的主题将是仇家索命，入木归西之月。在此月，我们看一下日元的状态，流月己丑，下面是一个丑土，它是金库，它也是比肩库。在此月，一个衰弱的己土见到它的库，这就是日元入木之象，人入木就是进坟墓。在此月，七杀当头，乙木七杀克己土，这是七杀当头帮戈，是索命之象。在这个月，乙木克己土，是七杀公身，己土入木之象。另外，克血交加，这个流年的克火和流月的丑土，并且加上大运的申金，就形成一个类似于三合金局。所以在此月，金的力量特别强，而流年乙木七杀公身，它的元气又被这个强旺的金局彻底的抽干。这就是他在这一个月会绞尽脑汁，动用所有的能量、所有的资源、所有的余气，想办法去逃过杀劫。这种巨大的消耗会把它彻底的抽干。己丑月的此局推演，这是乙巳年的最后一个月。如果他前2个月只是被困住，那么这个月就是他油尽灯枯被执行的最后时刻。就算是他前面躲过了政要和马仔，他也躲不过仇家、无数受害者家属和天道。所以在己丑月，他的气数已尽，命当如木，这是他阳寿的最后关卡。陈志的千亿财富非但不是护身符，反而是财神七杀的催命毒药。在他控股系统，也就是戊辰被陈虚冲攻破以后，他本人就成了一只背着金山的丧家之犬。他的金山吸引了所有的猎人，他的结局不是被捕，是殒命。他的生命之火，这个丁火在丁亥月熄灭，他的生命之气这个己土在戊子月断绝，而他的肉身在这个己丑月入木。所以2025年这个冬天，陈志他必死无疑，这才是财多身弱、目无平人和财生七杀公身的终极引言。第5，盖棺陈词。回顾陈志的一生，我们可以用4句话来概括：第一，阴人和外应，寒湿己土，无善根。他的命是一块生在寒冷的烂泥巴，他天生的良知从一开始就被物欲所绑架，这就注定了他是一个没有道德刹车片的人。第二，戊辰劫财为体，子卯七杀为用，他不是一个白手套，他是一个天生的劫财枭雄。他的聪明和暴力与生俱来，他的崛起就是一部有组织、无底线的掠夺史。
第三，踏准国土之运，误入罪恶之土。他的成功是因为他踏准了庚戌和己酉这2部帮身大运，更是因为他选择了柬埔寨这片火旺且无法治的土壤，时也、运也、地利也。第四，财库禄位皆空，终究是大梦一场。然而他的命局从一开始就写好了空字，他的辰，也就是他的财库空了，他的巳火禄位空了，他的千亿财富本来就是虚拟的泡影，他的帝国本来就是空中楼阁。当巳火填时，虚夜冲沉，他的梦就醒了。他因为劫财而起，也必将因为劫财，也就是马仔的反噬而终。这个吉土的故事是对贪财坏命、劫财七杀这个组合最生动也是最惨烈的注脚。